首先，我要谢谢屏东县来义乡乡立幼儿园的小朋友刚刚的演出，看见小朋友可以自然地使用台湾语跟老师来对话，这就是代表了我们为多元族群、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的努力又往前踏了一大步。那么今年的6月，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已经颁布实施。这是一部迟到12年的法律，但是过去政府没有做到的，我们现在做到了。从现在开始，族语保姆的奖励计划以及沉浸式族语幼儿园计划都会有充足的经费继续推动。更重要的是，国小、国中、高中阶段的族语老师都会成为专职的教员，大学也会开设更多族语的课程，培养族语专业的人才。同时，在全国的原住民乡镇市区以及任何一个原住民人口超过1500人的行政区，都要设置全职的族语推广人员，用族语来服务老人家，并鼓励青壮年族人多开口讲族语。专职的族语老师跟族语推广人员加起来，总共会创造1000个就业机会。我们有决心要全力打造学族语、说族语的友善的环境。去年的今天，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那么过去1年来，在政府团队的推动之下，我在道歉时所承诺各族人朋友的每一件事情，也都有了具体的进度。那么这几年来，无论是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还是北欧的挪威，许多国家都有向当地原住民族道歉，推动真相及和解工作的经验。这些共同的经验是台湾跟全世界最好的连接，更是支持我们向前走的力量。台湾在原住民族转型的正义的作为，放到国际上并不逊色。借着今天的场合，我要进一步的宣布，往后每年8月1号的原住民族日，不只是台湾人纪念原住民族证明的日子，更是我们和国际经验接轨的日子。我们要邀请全世界的原住民族朋友来台湾，用文化、用音乐、用艺术以及历史正义来丰富我们原住民族日的内涵。我们会坚定而骄傲地对世界说，台湾是多元美丽的台湾，是原住民族的台湾。